2020年疫情开始没多久，我就发现怀孕了嘛。当时的城里的房租压力也特别大，我们就把胡同的店关了，搬到了郊区，在北京的6环外。我们俩是大学同学，学的是工艺美术专业。之前在城里的时候，我们的生活主要就是工作嘛。现在我们住的这个家旁边就是农村，过一条马路就是潮白河。因为小朋友特别喜欢河边自然里面鸟的叫声啊，喜欢看蚂蚁搬家，可以看很久。我们家从外观看其实是一个美式的2层小楼，走进来就完全没有美式家装这些痕迹。一推开门就可以看到一个元代淄博窑的大瓮，居钉是清代的时候修补的。墙上挂的布的老虎是清代的一个包袱皮儿，因为今年是虎年嘛，我们过年的时候就把它挂在了这儿。一切都是老白他一点一点收集来的。我们有重点收集李朝时期的器物，他自己本民族的那种感觉，非常的自然放松。也会收集一些欧洲的，即便是西方的东西也要有东方的美感在里边，更融合。餐具上我喜欢老的和新的搭配着使用，只要器皿好看了，装在里面就会马上就有食欲。吃米饭的时候或喝汤的时候，很喜欢用赤木明登先生做的漆碗，很轻，保温性能特别的好，像是被呵护的感觉。茶室其实是我可以独处的时间，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喜欢的银壶。后来老白他就找老的师傅给我打了一个中国传统造型，气质特别的好。老的器物要散发出现代感、清新感，它更能走进我们的生活。小朋友他有的时候在屋里待不住嘛，老白就在后院建了一个玻璃房，夏天把所有的窗户打开，又可以通风，小朋友可以在里面玩很久，看绘本啊，看大树啊。地下室大部分空间是用来储物的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落就是我们俩做漆的一个工作台。其实我们在刚毕业的头几年对做漆有一定的执念，但后来发现如果想要在北京生活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模样，做漆上面得到的回报却是特别的少，就很拧巴。我跟老白上大学的时候又特别喜欢旅行，就收了很多东西。你每次赶集会过眼成千上万的器物，只能找到1、2件你心仪的，跟完成一件作品带来的那种满足感是一样的。我们13年开店的时候，经常卖一些别人看起来是破烂，但自己觉着特别美的东西。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胡同的店关了，把车库改成了现在土器古道具的样子。老白跟我说，很多那个大师都是从车库里发家的。古道具这个词儿是从日本来的，10几年前，日本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开这样的一个古董店，会经常办一些展览啊。不像传统古道具倾向于用自己的眼光来选择器物，更在于表达自己。虽然是来自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时代，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完全没有违和感。如果能跟当时做这些器物的人相遇，一定会是很好的朋友。很多淘回来的器物都是有破损的，有一些需要金缮呀，需要大漆修补，还有一些要锯钉的，或者是残破的状态就不去动它，有一种美在里面。搬来2、3年，我想家里要有一种自然生长出来的感觉。
不被既有的价值观和流行趋势所主导。这种花费心力挑选回来的器物，置身其中，无论多久都会非常的放松，不会生出疲倦的感觉。1、2、3。